好，大家好，继续往下看，我们的重头戏来的哈，最重要之一的那个 reversible 的处理程序啊，这个一定要先弄懂，要不然后面很多的那一个空的演算法你会完全看不懂哦。所以我记得当初在教到这边的时候，停下脚步来，又花了1-2节课，跟同学把这个地方的技术把它建好。那我们是短大概前后大概只有30分钟哦，就后面还有另外一节嘿，帮各位把这个观念记清楚。可是我的讲义会写得很清楚，这样哦，你们就待会认真的注意一下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process 哈。那这个 process 我把它叫做 reversible process。那其实他们很多书都不讲 process。那对我们搞 computer 的 people 来讲的话，我要有一个计算的一个方法这样，所以我就把它取名叫做这一个 process。那这个什么叫做 reversible 哈？就说可逆的哈，其实这个名词哈，大家在线性代数里面的话，就是说它所谓的可逆，好可逆啊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有一个线性算子，定义域空间跟对应域空间的维度是一样，那甚至同一个空间嘿，那弱且为弱哈 ，T 是1对1且映成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叫做可逆，叫可逆有没有？所以在怎么样，在linear algebra 里面这个可逆这个名词，那它又对应的另外一个名词叫 non-singular。那各位同学有兴趣的话，再去翻开你们这个修过的课本，或者说在网络上搜寻一下哈 non-singular 哈。因为这边有太多故事可讲哦，所以我就没有有办法再跟各位讲哈。那原则上我们就先看一下什么叫做可逆哦，那这个是可缓转的嘿。那这个我当初不晓得说为什么他们这一个搞 quantum 的 people 用这个名词嘿，那为什么不直接用线性代数的这个 invertible 就好了哈？但是意思上是差不多的，应该是一样的意思嘿，就是说我给一个一个算子嘿，那它必须是要1对1且映成这样嘿。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，大部分来讲的话，就是说，那我们在前面一直陆续跟各位同学讲，最基础的基础的那个量子的那个 gate。或量子 circuit 它是 n 维进去输出来是 n 维，那虽然说我们前面讲 n 维进去是 m 维，那怎么去把它结构成一个 n 乘 n 乘 n 的这样的一个矩阵呢？那个以后再说了哈。那所以这个地方就告诉我说，哦，它是怎样2n 维映射到2n 维，因为进去是 n bit， 出来是 n bit， 那其实 n bit 就是2的 n 次方维，这讲过 n 次喽。那输出是 n bit， 其实就是2的 n 次方维。那为什么这么看？因为当它在做量子叠加的时候是2的 n 次方维如果说去看它的什么量子坍缩的时候，很可能就降为什么？降为 n 维这样嘿。所以这个量子叠加这边跟量子坍缩这个很重要的哈。那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，所对应出来的 circuit 我们叫什么？叫 reversible circuit。那这样告诉我说，这一支 circuit n bits 进去有没有？就是说 n qubit 进去有没有哈？好了 ，n qubit 进去有没有看出来嘿？出来是 n qubit 的出来嘿，有时候还是不要偷懒嘿。那这个其实就几维，这个就是2的 n 次方维，有没有？那这个是2的 n 次方维，所以它的矩阵大小就是2的 n 次方乘上2的 n 次方这样嘿。那这样的一个矩阵它是可逆，也就是说它行列式值不等于0行列式不等于0，所以有太多的条件在这里嘿。好，所以这种情况之下，所对应出来这种 circuit， 我们就叫什么？叫 reversible circuit 就这个可以看出来这样嘿。那问题来了，那这个 reverse process 怎么做到的呢？怎么做到？就是说，假设说我今天我有一个函数，所以我讲过说，它那个课本的写法就很伤脑筋，就是说，这个把你写成是 n 维有没有？那其实是什么？这是没看出来那这个其实这是 f， 那其实不是 n 维，这是2的 n 次方个 elements。再讲一遍那因为这个不再重复的讲，同学就会搞不清楚2的 m 次方 elements。好，2的 elements， 我们看到嘿，好，这个就可以看出来嘿。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，我们就知道说，那可是不对呀。函数要1对1且映成，必须定义域的维度跟对应域维度要一样，或定义域的元素跟对应元素要一样。可是现在你可以看到它怎么样？它一个是
2D n 次方个，一个2的 m 次方个，那这个很有问题，这个很有问题嘿。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所以很简单，他就把它做一个扩充函数，扩充函数哈，就扩充了一个出来哈，扩充一个比如这边是 m 嘛，这边是 n 有没有？所以这个函数是很漂亮的函数，它把它扩充出来。本来是我这个要映射出去有没有？所以扩充出一个什么 n 维出来这样子嘿，n 维出来这样。那记得一个观念就是说，这边把它看成是 n bit， 这看的是 n bit。好，这边要讲慢一点，因为这边是在后面要讲演算法的时候比较困难的一点，有没有？它两个兜起来就是变成什么 n 加 m 怎么样 bit 有没有？那么多个 bit， 那我们也讲过啦，这个他们不管怎么都最后都是要拆成用 tensor product， 所以可以看成是 n bit 跟什么？那 n bit 其实就是 nq bit， 那是 m bit 的话就是 mq bit， 那两个叠在一起，其实要靠它那个什么 tensor product。那这个观念各位都很清楚了哈。好，那我造了一个新函数，所以这个是一个 new function。把它看成是一个新函数 ，new function， 它是个新函数，一个 new function， 所以这个新函数的定义域是 n 加 m 维。那这个很明显，那把它印出来的结果，这个叫印出来结果就变成什么？印出来结果还是 n 加 m 维。你可以看它怎么看呢？就是说它的做法就变成是这个 n 维跟y 跟什么？跟我们刚才不是讲过很重要，它做 exclusive or 吗 ？exclusive or 我们看到 exclusive or， 那所以这个是 m 维跟 m 维做 exclusive or 还是 m 维？那 m 维跟 n 维做 tensor product， 所以最后是 n 加 m 维。好，我说两句话哈，这个因为我话比较好讲 ，n 加 m 维实际在负空间是2D n 加 m 次方维。好，这个名词不要被我搞混了，我没有跟你搞混，就是说我特别辟这一章，就是要把在这个领域里面的东西呢，跟你们讲清楚、说明白哈。嘴巴在讲的时候是思维成是传统的 bit， 那其实真正的空间是什么？是这个量子空间。n bit 在传统可以看到就是 n 维那在量子空间就变成就是2D n 次方维所以这个地方都可以看出来。那这是它的结构的造法，这个公式把它背一下这个公式非常重要后面反复的使用，会反复的使用这样，所以新的定义域的结构变成这样子。那这个它印出来的函数值变成这样的一个结构，变这样的一个结构。那中间这是原来的x 的一个 input， 那这个加进来，这有一个英文名词这个我学生帮我查，我还没把它弄进来，可能后面我改版的时候再来把它做一个名词。就类似我们在做这一个线性规划，会额外加一些变数进去，让函数结构比较完整这样。好。那第二个 reverse process 的话，就是说我来做一个说明，公式在这里，有没有看到公式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公式在这里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quick tips 这个我们的美工帮我特别弄一块在这里，让各位可以看到，有没有？让你反复的看。那很清楚，我的定义域空间没有？那这个就前面讲过这种符号写法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我这边是几维？我是2D n 次方维，有没有？那对应域的话什么？是2D 什么样？2的 n 次方，它对应域是2D 这一个 m 次方维，这是原来的函数这是 original function， 有没有 original function？ 就是说好了，我特别再强调一下 original function original function 好，传统的函数传统的函数这样好，那这个传统函数呢，很清楚的你可以看到，我要把它变化，所以我就变成这样，我的这个新函数 UF 是我的新函数，我们看到它的映射就变成这样01 n 加 m 维，映射到哪里？01的什么呀？好，到01的什么呢 ？n 加 m 维。那再强调一遍，这边其实是什么空间？2D。好，我这个还是要把它写一下，因为同学很多都我在上课的时候，很多同学就会一直不能适应这个符号，所以我就反复的在讲。这是 CD 2D 怎么样 ？n 加 m， 所以看成传统的 bit，
那实际在量子的时候是这个东西，有没有不一样哈？所以这个我已经讲过 N 次，从第一集到现在一直讲，你就一直忘没有关系，反正就有一天你要把它记下来，因为这是量子的精神。好，那这个新函数结构讲清楚了，所以呢，那它的 architecture 一般的话，课本会怎么画呢？课本就会说把这个定义域，好。那这两个其实是靠什么组起来的？靠 tensor product 组起来，这个直接送出去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分流一个信号出来，有没有？分流一个信号出来，这样嘿。那这个前面讲说 exclusive or， 所以分流信号跟谁做计算？因为它分流一支出来的话，就是跟那个 f 做计算，有没有？这个符号画好还不好？这个我们后面再说了哈，它在原则上就是说。分流出来就变这一个符号了，再怎么样跟这个做计算这样嘿，所以分流进来它要做一个 f 的计算吼，这个画法是不是很好了吼？但是大部分的课本这么画，我们就这么的把它接受一下哈，就是说这分流过来会做一个 f 的计算，就是把这个信号流过来。那我的这个 x 不动，我的 y 不动哈，就是说跟你分流过来的 x 做一个什么？做一个 exclusive or 做 exclusive or 嘿，然后呢两个做 exclusive or 这样嘿，好。那这个观念的话不清楚没关系，后面我会再花更多时间来跟各位讲更多一点。所以这个就是我原来的 x， 好就把它整个丢出去，好那是我新加进来的变数 y， 好那是 y， 因为我们这个是因为这个是一个什么一个 bit 的计算，所以到时候就会按照一个 bit， 那把原来的函数 f 呢，它也是怎么样m 为，所以它就用它的分量做计算，有没有？好那其实这一组最后呢也是靠什么兜起来？靠 exclusive or 靠那个 tensor product 把它兜起来哈，所以整个的结构完全没问题哈，完全没问题。好，那没问题的话，问题来了，就是说这样的一个 process 是不是能够保证它是 reversible， 也就是它是一对一结映成？那其实很简单哈，非常简单，我就把这个函数丢进去，有没有？那丢进去的话，这个结果你看，那丢进去我们跟 output 是这个结果。好，没问题，有没有？是有两个部分出来嘛？刚刚画出来两个部分嘿。那再映射一次，也就是说，它现在等于是做什么事情哦？就是说，把我的第一个分量哈，就是说我映射出去，就是说把我的，因为这个符号的结构哈，就是说我把整个符号把它丢出去，嘿，丢出去有没有看到？这个符号怎么可能我写的不好？我回去我再检查一遍。好，那丢完了以后怎么样呢？我就是说。其实我这边的符号这样写不是非常好哈，这个写法的意思就是说有点，我这个应该是有点要小改，因为这个在证明的时候，我把第一个呢再 pass 出去把这个新的结果有没有，来跟这个 f 做计算，有没有看到？嘿，做计算这样，好然后呢，把这个留下去，那这个再把这个式子有没有再做一次因为它具有结合性。那既有结合性的话，那自己跟自己本身做 exclusive or 一定两个都相等，那相等一定等于得0，那0跟任何 y 这个就得到 y 自己本身这样嘿，所以这个结果就变成没问题，也就是说我把就是说我的 u f 这个 dot u f 把任何的一个什么呢一个这个 x y 我就不写下标了进去呢会得到怎么样？还是得到 x y。有没有看到 x y？ 那这个叫 identity mapping 没有问题。所以它跟它自己本身互为什么？互为缓函数，有没有看出来？所以这个就没问题嘿。所以那这种情况之下呢，它的u 的那个缓函数就存在的嘿存在，所以它本身就什么？就是一个可逆，就是个可逆那这边证明这边有个小漏洞嘿，没关系，你们再自己想一下嘿，再想一下，因为很多原文书课本都没有证明嘿，没有证明我就来想办法证明一下。那赶快，还有一点点小时间，我赶快把它整理一下。比如说我们的 AND gate， 它是一个什么 ？AND gate 的话，刚刚它并不是一个 reversible， 因为它的定义域空间是4个元素，对应空间是2个元素。好，那增值表这个前面都已经看过了，没有？这增值表看出来嘿。那这个它布林表示是长得这个样子。好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要把它这个表就好可怕了哈，要开始慢慢的会画这个表，没有画这个表。所以呢，你看它这个是3个 bit， x2 x1， 其实我要把它改成是0 1才对的，没有关系嘿。这是3个 bit， 那3个 bit 就是2的3次方，所以总共几个？8个，所以是0 1，我再重新写一遍给你们看，3
4、5、6、7，好，所以我打字打在这边，你们看到，打字打在这边，嘿，所以这个要特别看一下哈，特别看一下，所以这个都是我真正的是自己慢慢的typing进去哈，因为没有任何书它会花那么多时间再仔细写给你们看。好了，那这样的话，我要把第一个怎么样放过去，有没有？那再来 y 跟什么？跟我这个什么做计算，这个做计算的结果有没有？好，那它也就是说要把记得我们的 f 啊，那我们的 f 现在怎么样？是 x， 好了，我写 x1、x2 好了哈 ，x1 跟 x2 有没有看到？那我们是 n 的啊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我就把这个带进来啦，全部都带进来啦。有没有算错？你们到时候在如果收播节目的时候，看到我有写错，再告诉我一下。嘿，我也尽量让它不要错哈。那这个是我们的 y， 有没有？我很认真的把它带一遍，有没有？那算出来结果呢？得到这个结果。你发现这两个 reverse 这两个 reverse， 我后面我看一下哈，就是说我竟然没有把它的矩阵表示式给求出来。所以下一次你们就可以自己把那个矩阵表示式给求出来，这样哈。原则上你们可以看到，就是说，这个 reversible 的一个手续是确实非常不错，这样非常不错，这样哈。那如果说我讲的时间太短不清楚，你们可以在网络上搜寻，几乎每一本或每一个资料都会讲到 reversible 的 process。那好看不好看啊？你们就再说了哈。我已经尽量把它呈现成比较让你们懂得这样嘿。那当然，后续还有更多例子，我们后面下一节还有更多东西会再表现给各位看，这样哈。好，这边呢就先到这样子。